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老朋友 Razer。我们这一期继续接上一期的话题，继续讲2020年的主要投资机会在哪里，以及普通人怎么参与，对吧？我们上一期呢主要讲了什么？上一期主要讲了2020年全球主要资产的一个收益率分布，主要是中国的股票市场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为什么主要讲两个国家？因为在全球的股票指数当中，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国，对吧？而且你可以这么说，全球主要的优质的上市公司都集中在中国和美国，所以我们只有理由就是看最优秀的国家和最优秀的股票资产，对吧？所以我们只看美股和 A 股就够了。好，我们就上一期的这个2020年的美国股票以及中国股票的收益率表现做一个总结，来把我们这个股票收一个尾，对吧？好，我们认为就是说，就从2019年美国到2020年美国这2年的美国主要的美股的主要表现，以及2019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主要股票的表现来说一下，现在我们的投资机会在哪里，以及整个市场资金的流向在往哪里流，什么样一个大的趋势首先我认为我们的未来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我们未来的机会在2个领域，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消费，而我们的资金正在抛弃以前的大蓝筹这些股票，抛弃一些就是说波动率比较低，但是有股息的这样一种比较稳定的行业的股票，他们在拥抱一些未来的股票，在投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上已经在有一个大的资金改变，就是说他们投资风向已经开始变了，证明我的社会也开始变了，对吧？我们就是看到上回的这个股票表现我认为主要投资的方向，科技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呢？新能源汽车以及智能手机等智能硬件设备，这些都属于什么？这些都属于高端制造业。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要投资股票资产，不论是美股还是 A 股，我们都要去把精力放在以科技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当中来。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之前的亚马逊、微软包括说我们中国的阿里、腾讯这些，他们其实是既是一个互联网平台，又是软件提供商，还是呢云服务提供商，对吧？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除了要放在这个高端制造业上面的精力之外，还要去关注什么呢？关注互联网行业，关注软件行业，对吧？关注云服务这些比如对我们等于他们是构筑互联网世界，而且是改变我们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主要的资产，他们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了科技里面的这个高端制造业以及软件服务业以外，还有认为就是消费了，对吧？除了科技就是消费嘛，对不对？我认为消费一直是我们人类世界比较优良的资产。为什么？因为消费是刚需，民以食为天，对吧？大家衣食住行是必备的，是必须的。无论疫情怎么影响，我们都是要继续这些生活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消费是刚需，也是我们可以一直保持关注或投资的主要的标的资产。再来看就是对比中美两国主要股票市场的表现之后，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的中国资产越来越坚挺了我们中国资产越来越受到资金追捧了。也就是发现呢，其实这2年外资都在流入我们中国优质资产，对吧？连外国人都来抢我们中国的优质资产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投资自己的这个优质股票呢？对不对？我们毫无理由去不选择自己国家的优质资产，而去投资别的国家，对不对？这就是我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认为未来外资还会持续的关注和流入我们中国的股市，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股市现在表现非常坚挺，而且确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资产未来也会像美股那样，对吧？一路高歌猛进但是我不排除说我们不投资美国股票。为什么？因为如果疫情继续影响下去的话，全球经济继续下滑，股票继续暴跌的话，美股肯定首当其冲，美股一定会暴跌的。但是美股暴跌的话，它的估值会变得更低，对吧？当美股打折的时候，你不去捡便宜吗？就上个市场举的例子嘛，就是说超市里都卖的是名牌好货的时候，在打折，你不去买吗？对不对？你肯定要去抢的呀，对不对？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肯定要去买所以我认为美国的资产，美国的股票不是不去买，而是当它暴跌的时候，
你要去抄底，因为他们还是值钱的，他们还是好东西。当他们足够便宜的时候，你还是要去买的，这也是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在等待，因为我觉得现在还已经不够便宜了，因为这波已经反弹起来了嘛。如果有第二次暴跌的话，肯定要去抄底的，这是大机会。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上一次说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股票资产，尤其是金融类股票资产，金融类资产其实非常敏感，他们是最先暴跌的，所以我认为大家投资金融类股票一定要小心和谨慎，这是我提醒大家的建议。好，做完这个股票的总结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全球的数字资产的表现，对吧？我们来说数字货币了。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表格我们不说股票，股票说完了，我们说数字资产，这也是我的能力圈范围。我们来看2019年，我们上一次也看过了，2019年的数字资产的表现，说实话有暴涨也有暴跌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不错了。因为比特币作为一个龙头大哥就是占比非常高的一个数字货币在2019年涨幅94%，对吧？快翻了1倍，表现非常好。这里对比原油和黄金的话也非常不错，对吧？2019年原油只有30%的涨幅，而2019年的黄金也只有20%的涨幅，对吧？看2020年，2020年我们看到这个波动率非常的高这个对比的话，你看到倒数第一名布伦特原油暴跌68%，对吧？我们上一期也讲，就是在大概前1-2期吧，我们讲过原油这个事情了，我这里不再提了。原油这次暴跌，说实话就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对吧？未来我认为这个供给会越来越多，但是需求呢不好说，不一定。所以说它作为一个商品来说，我呢个人是长期看空的，给大家做一个投资建议就是一个参考而已至于短期的反弹呢，大家得去判断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表现在2020年依然非常优秀，伦敦金在2019年的表现是21%，对吧？但是在2020年疫情之下，依然有14.8%的涨幅，对吧？我认为黄金这里非常有用的，为什么？它确实起到了保值的作用。如果你连续2年投资黄金的话，你的资产不仅保值，而且升值了。所以我认为黄金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资产，大家可以去配置一下，做一个组合，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主要看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在2020年，比特币作为龙头大哥，涨幅呢确实不怎么样，3%，对吧？之前说实话，比特币有一波暴跌，这个暴跌之后再反弹起来，大概有3%的涨幅，其实非常低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看，继续观察，因为毕竟2020年只过了4个月嘛，对吧？才过了小半年时间，未来还有对吧8个月时间等着比特币去展开它的空间，对不对？再来看2020年主要表现不错的数字资产是什么呢？是火币、HT 还有以太坊。火币你可以看到在2019年火币的表现非常不错了。2019年火币 HT 涨幅161%，可以说是居了榜首非常夸张。为什么火币作为一个数字资产的平台币，就是它是一个交易所的平台币为什么涨幅这么夸张？在2019年161%，在2020年呢？2020年32%，对吧？它2年时间可以说是基本上快翻了1倍多，快2倍了这样一个空间。为什么这个数字资产这么厉害，这么优秀呢？对吧？我告诉你，因为火币作为一个数字资产的交易所、交易平台，它是利润非常可怕的。HT 作为它的一个类股权的一个平台币，对吧？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受到资金追捧的。我认为在币圈，在这个区块链行业，交易所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赚钱盈利的机构了，而且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所以我认为，而且包括2019年这个火腿通过 IEO 也确实赚了不少钱，而且当时火腿就是作为一种 IEO 的工具，对吧？所以我认为这是它有它理由的。火腿确实是目前来看，在整个数字货币行业当中表现十分优秀的资产值得大家去投资或者是去关注考察。大家如果不懂的话，可以继续学习嘛，也可以关注我，后面我会继续讲关于更多的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的方面的东西。再来看第2名，2020年表现第2名的是以太坊 ETH。以太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它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以太坊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我们手机世界当中的操作系统，以太坊就是安卓系统，它其实就是区块链世界当中的操作系统。为什么呢？因为以太坊上可以开发智能合约，可以开发很多应用，对吧？但是以太坊本身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以太坊呢在2019年表现确实不怎么样，只有-11%的就是跌了。
跌了11%的一个跌幅，确实很惨。但是2020年就不一样了。说实话，2020年为什么它涨30%呢？我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就是以太坊马上就要升级为2.0版本了。以太坊1.0版本是 POW 共识机制，是挖矿的；2.0是 POS 共识机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呢 ，POS 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人类的这个数字货币的验证，它具体可不可靠，我们还有待考量。所以我认为以太坊的2.0升级呢，确实非常的不错，是一个非常引爆市场的一个点。但是未来以太坊能否利用这个 POS 这个共识机制走向辉煌，我们也继续观察吧。其他的数字货币我也不太说了。说实话这里的 BNB 是跟火腿是一个性质的 ，BNB 也是同样是交易所，是平台币确实也还不错，也相当于比较优秀，大家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币的话，说实话表现都不怎么样，而且今年都是跌的，今年在2020年也表现也非常的惨，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如果大家想要继续了解有关于数字资产的这个内容的话，可以继续点击订阅我，后面我会讲，主要就是关于股票以及数字货币、数字资产这方面的内容。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从前2期视频总共看了很多的资产表现，包括美国股票美股、中国股票 A 股，以及其他国家的主要股票指数，对吧？什么德指俄指恒生指数日本的东京指数，恒生指数是港股是香港的。这些全球的主要资产，包括说我们看的数字货币这些主要资产，包括说原油、黄金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的这些资产。从2019年到2020年，我们看到它所有的表现，发现呢黄金确实是有保值作用，非常的厉害独树一帜，非常稳定。我认为黄金可以成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确实很值得投资。原油我个人完全是看空的，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任何有关于原油的投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再考虑了也看到最近中航的原油宝事件，大家就不要再考虑这个事情了A 股和美股我认为都有投资机会，都有投资空间我也刚刚说过了，我们的股票主要会大家把精力集中在哪里？科技和消费，对吧？无论是美股还是 A 股，你都要去看科技和消费两个领域的股票。再来就是我认为中国资产在未来会表现优于美国资产，我建议大家把精力和目光更多放在我们中国的优质的上市公司当中，对吧？而不是美国的优质上市公司。但是如果有一天疫情继续影响，经济继续下滑，全球继续动荡的话，美股如果继续暴跌，对吧？二次探底，这个时候如果当美国的优质资产估值变得更低、更加便宜的时候，对吧？超市里的便宜货打折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抢购的，对吧？所以我认为美股暴跌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把所有资产总结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呢根据我说的这些内容，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投资意见和投资想法。也欢迎你们在评论下方提问我，这些都是可以接受，而且我会跟你们好好的互动的给你们解答很多疑问如果想要继续听的话，可以来继续关注我，我未来会继续讲有关于中国 A 股以及美国股票以及数字资产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和我的一些想法和逻辑。我们最后讲一讲普通人怎么参与这些投资。很简单，如果你想要投资中国 A 股的话，你只需要去找券商开户炒股票就可以，大家都会，对不对？这就可以了。如果你认为炒股票风险高，你就可以投资基金，以支付宝、天天基金为例子，你可以用这些平台去买基金。基金其实就是你买了基金之后，基金的基金经理来带你去买股票，等于是说你间接了买股票，对吧？你投资的基金的基金经理再去买股票，是一个间接的过程，你的风险就降低了，这也是一种投资方式。我认为普通人都可以去参与基金投资，来投资我们中国的优质资产。除了基金以外呢，如果你想要交易高风险资产，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你可以去火币或者是币安上开户来购买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资产，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是高风险高收益，波动性极强，风险极高，而且你很容易就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这里建议大家投资数字资产一定要谨慎再谨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如果你想投资黄金，黄金的话，你可以在支付宝上买黄金指数，这有一个黄金的理财产品，
你也可以去我们各大银行去买黄金现货，或者是买一些纸黄金，这种投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黄金确实是可以成为你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确实是可以成为你资产保值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品种。好，今天呢，我主要就说一些主要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投资，以及我们之前的一些投资机会的总结。我们今天就把2020年主要的投资机会以及一些市场表现的预测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点击订阅我、观看我，拜拜。